凌迟，他输了。你没事了？却见男子已经重新戴上了光影面具，视线在缠斗的两人身上，声音平静无绪。没事了，我们出去走走。出去？出王府？我们俩这身份不合适吧？瑞王和昌宁侯少夫人出游，就算红杏出墙，也没有这么光明正大吧？就是在王府里走走。其实王府除了千瑞院，还是挺大的啊！吓死我了！因为这想误会，刚刚瑞王沉重的心情稍稍缓解。为了不惊动切磋的两人，瑞王和慕容朱雀特意绕了一圈，出了千瑞院的院门。就算不出王府，我们在王府里面转，让你王府下人们看见，是不是也不太好？不会，王府里没有信不过的下人，所有下人都是多年老仆，而且他们都知道我们的情况，都知道他家王爷勾搭有夫之妇。是。怎么还承认了？慕容朱雀便看出他之前的担心是多余的，因为走了这么远，除了刚刚碰见一个路过的下人，偌大的王府就空荡荡的没人。下人这么少吗？如果都来的话，不到20，况且他们还轮流休息，所以除非你专门到院门、厨房、账房这些有人值守的地方，只在王府里转，想看见他们都难。这些下人都是你出府之后找来的？不是，都是母妃带入京城的。原来如此，那还真是值得信任的老仆人。忘了问了，你外祖父和外祖母就是商妃娘娘的养父养母，还健在吗？健在，只不过不在京城，还在老家。他们与母妃关系不近，与我也不经常联系，每次联系要么是要银子，要么是让母妃帮他们亲戚谋官位、谋差事。母妃拒绝了几次，还闹了不愉快，后来便不让母妃弄差事，只要银子了。看来关系处得不好。之前我就听他们编排说母妃从小为人孤僻，如今看来应该也不算编排。母妃年幼时目睹那么恐怖一幕，注定了和普通孩子不一样。母妃和他们不亲近，他们后来又接连生了几个儿子，对母妃更是不闻不问。好在母妃从小便有经商头脑，在母妃的帮助下，他们家逐渐富裕起来，他们对母妃的态度也好了许多。朱雀，你还记得之前你曾问我是否想过金蝉脱壳吗？记得，你之前说舍不得母妃，你的意思是现在想带商妃娘娘一起走？从前我以为母妃是因为舍不得皇上，一直固执地留在皇上身边，现在才知道原来母妃只是寻求庇护。既然如此，我们能不能设计带着母妃一起炸死，离开京城，找个没人的地方生活？慕容朱雀看着男人满是期待的眼神，他真不想打击他。果然不行吗？其实他也知道答案，只是自欺欺人，想问他。如果是几个月前，也许可以，但现在不行。在找到真相，确定吃龙族之人的身份之前，我们不能轻举妄动，因为玄龙现身了。是的，之前那些人并不知道世上是否还有龙族人，龙族人在哪儿，但现在玄龙现身，他们一定发疯了一样寻找龙族。好啊，调查，我都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人吃龙族，我要看看他们怎么吃我，到底是他们吃我，还是我吃他们？慕容朱雀吓了一跳，瑞王这么邪乎，他不敢保证瑞王暴怒之后会怎样。你别误会啊，我不是看你心情不好，趁机占你便宜，我是怕你黑化，再变成个黑龙飞走了。当然，如果你直接能飞走也挺好的，只是那样的话，后面的事就不可控，所以我也……还没等慕容朱雀绞尽脑汁的解释完，人便被抓入怀中。他没有趁他发怒占他便宜，但他想趁自己发怒占他便宜，倒不会轻薄他，只想这么抱着，紧紧的抱着。慕容朱雀就这么被抱了个满怀，趴在男人的怀里，闻着男人惯用的名贵熏香。抱就抱吧，总比变成黑龙飞走的好。如果瑞王飞走了，他都不知道怎么和商妃解释，而且瑞王走了，谁帮他找回现代的办法？他有预感，能否回到现代的关键就是这条龙。安静的府邸里，两个人就这么紧紧的相拥，周围无人，只有远远跟随着的暗卫们作为目击者。差不多了吧，还有很多正事没聊呢，等说完正事儿回头再报。回头报？回头还可以报？离开男人的怀抱，慕容朱雀突然就觉得这秋天有点凉，主要是刚刚男人的体温太热，怀抱太暖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是不是冷了？我们回去。不要，不冷，我们继续走走。好。君美玉见女子还想散步，便未阻拦。随后两人继续前行，一路走到花园。王府花园疏于打理，花卉凋零，杂草丛生。自从我受伤后，这里便没人打理了。你喜欢花吗？如果喜欢，我让横叔找花匠来。不要，我们进去坐坐。我认为我们暂时不能轻举妄动，玄龙出现，只怕那些人闻着味儿追来。哪怕商妃在宫里，也有暗卫，但你们在明，他们在暗，还是防不胜防。更何况他们男女老幼人数应该不少，还不知道有多少人，有什么本领。国师是一个隐患，他掐算出了你是真龙在世，而玄龙出现在衡山城时，你也在衡山城。只要有心之人将这些信息结合起来，你就很危险。
就算你一口否认，但商飞的养父母还在，又给他们提供了一条能断定身份的线索。商飞养父母被威胁，搞不好会说出几10年前女孩换女尸的事。如果那样，不仅你危险，商飞也很危险。也许当年商飞就是怕那些人，才以自己赚钱的本领为筹码助攻做娘娘。然而商飞千算万算都没有算到，你却承袭了龙族的超能力。你还记得白琥珀说的话吗？他们虎族并不是人人都有异能，这异能的承袭是随机的。也许你这个龙族混血，便不小心承袭了异能。想彻底解决这件事儿，就必须解决隐患，找到吃龙族的人。没错，只是应该从哪儿找起呢？而且我们在明，敌在暗。如果我们调查弄出太大动静，反倒是会暴露。可以用2条线同时进行。什么2条线？是第1条，我派人暗中搜集龙族信息，调查吃龙族那些人的身份。当然，因为考虑到隐蔽，这条线进展肯定不快。第2条线，直接在国师周围、外祖父母周围安排人手进行监视，只要这些人找到国师和外祖父母，他们身份就会暴露。倒是个好办法。一旦得知他们身份，如有必要，就杀了知情人，灭口。抱歉，我的做法是不是太残忍？你就当我没说，我在想别的办法。我只是有些意外。我错了，以后我不会这样。别这么说，其实我也不是心慈手软的人，只是有些意外罢了。你之前给我的印象一直都是温柔善良，不过转念一想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国师那个老神棍是你仇人，如果不是他胡说八道，你也不会被赶出皇宫，不会险些被烧死。至于商飞养父母，虽然他们对商飞有养育之恩，但商飞也为他们带去了许多财富，算是扯平了。你之前说他们本来对商飞不闻不问，后来是看在钱财的份上才对商飞好了一些。如果商飞不能赚银子，商飞的日子也不会好过。他们对商飞和你没什么亲情，否则不会3天2头和你们要银子，让商飞给亲戚们谋差事，而不关心你们过得好不好。之前的恩情算是扯平，之后就各为其主，自己谋自己的利益便可。谢谢你为我着想。我不是为你着想，我是实话实说罢了。如果那群人找到他们，我打赌他们肯定第一时间把你们卖掉，顺便撇清关系。是的，他们给母妃写的信我曾看过，没有任何关心养女的字眼，只有贪得无厌的要银子，一次比一次狮子大开口。只要没给他们想要的数目，他们便破口大骂。银子我和母妃不在乎，他们想要多少，我们就能给多少。问题是皇上不愿意，皇上认为母妃赚的银子，哪怕是一个铜板都是他的。这就是摇钱树的宿命。你喜欢我，还是喜欢银子？所有人都没有想到，还未到半年之期，沈世子和慕容朱雀的和离书还未生效，慕容尚书竟然找上门来了。出什么事了？慕容尚书来了，要求取消这门婚事，带你回尚书府。取消？和离？不是和离，是取消。还能这么玩？这西凉国到底是有多少奇葩制度呀？雀，为娘来迟了，让你受苦了。谁说我受苦了？我在这儿不是挺好的？侯爷对我好，夫人对我好，世子也不敢对我不好。阿雀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什么态度？当然是就事论事的态度了。你们说我过得不好，我说我过得很好，你们嫌我态度不好，就因为没说你们想听的答案，就态度不好了。这等教养，你娘就这么教你的？听慕容尚书的口吻，好像我娘还健在似的。你莫不是忘了我娘什么时候死的？我娘死的时候，我还没怎么记事，她再怎么教，我能学多少？现在嫌我没教养了？当时想啥呢？你自己生的你不教，指望那群死刁奴教？哼！第一次听说慕容尚书的家风奇特，专门让下人来教孩子。放肆！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哪句话说错了？有一说一，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？如果是亲生的，从小到大你怎么一次都没有去看过我呢？莫不是你喜欢柳白白，但柳白白喜欢别人，怀了别人的孩子，你出于报复心理把他养起来，冷暴力虐待吧？慕容尚书的脸色变了又变。我娘呢，最不喜欢两面三刀、虚情假意的男人，表面道貌岸然，实际上心胸狭隘、奸诈狡猾。我娘小时候拉着我，天天骂这种男人，说这种男人猪狗不如，不得好死，断子绝孙。闭嘴！谁允许你在这指桑骂槐、阴阳怪气了？怎么叫指桑骂槐呢？我在讲我娘的往事。我娘说她最喜欢光明磊落的大英雄，最好能保家卫国，最讨厌那种明明在京城养尊处优，却天天算计这个算计那个，死奸臣都不如宫里的太监。昌宁侯知道慕容朱雀在骂谁，嘴角都快控制不住了。
你大人别这样，从前确实是我们教养失职，阿雀这么说话也是情有可原，我们带回去好好教就是了。哎呀，阿雀呀，为父知道从前是对不住你，当时为父忙于政事，所以今日为父才接你回去，希望你能给为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我的名字不知慕容尚书可还记得？慕容麻雀，结结巴巴的，你也知道我这名字不是个人名儿。为了太子殿下交代的任务，慕容尚书继续低三下四。之前是为父做的不对，等你回去，为父立刻给你改名字，你想叫什么我们就叫什么。最后一个问题啊，你问。柳白白是不是你最喜欢的女人？哎，是。瞬间，尚书夫人的脸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为父该忏悔的忏悔了，该回答的回答了，你是不是应该跟为父走了？我在侯府好好的，为什么和你走？现在京城人都知沈世子与一名姓唐的姑娘牵扯不清。是啊，怎么他对不住你，你还不走？他哪里对不住我了？男人3妻4妾不是很正常吗？现在他后院只有我一个女人，再弄来2、3个就是对我不公了？难道尚书您后院除了夫人之外就没别的女人？慕容尚书哑口无言。你父亲确实有妾室，但京城的规矩正是有子嗣后，家主就可以纳妾了。你父亲也是在我怀孕之后才纳妾的。如今你还没有怀孕，世子就在外面和女子牵扯不清，哎呀，以后你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你不怀孕，尚书就不能纳妾？听夫人这口吻，是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烈女子。那你是怎么允许尚书在外面养妾室的？尚书最喜欢柳白白而不喜欢你，你是怎么忍下来的？怎么你能忍，我就忍不了？你是世子不能人事，你以后想守活寡？